气排19年火力全开，今天12月9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的精彩大戏要登场了。屏东台电男排是主场日的这个活动哈，那等一下也会有蛮精彩的这个活动，送给球迷很多的礼物。那对战的连庄男排的比赛是基本这2年呢，我们气排的招牌戏码了，就是一定要看啊，就是不能错过。是，然后每一场几乎都打满打好那种，啊，非常刺激的比赛。那很开心的跟洪清见面，然后同时在屏东呢来看比赛。你这样看起来没有晒得很黑了，但是没有吗？是，而且其实每次来到屏东播球，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对，因为屏东算是我第2个故乡了，因为我国中、国小其实都在屏东这边来就读，新园国中嘛。对，然后胜利国小这样。是，对，所以西米也等于是回到家乡了，来比赛。屏东出产了很多的排球的好手。对，其实屏东真的可以说是所有的县市里面可以说是排球之乡。虽然说他们没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但是其实市府非常的支持，然后再来他们推广基层的部分推广的非常好。那在现在的这个潘正宪总干事潘校长的带领之下，还有历任的主委的带领之下，其实屏东的排球风气一直都维持着非常鼎盛的一个状态。确实啊，所以这2周在屏东的比赛，观众还是蛮多的哦。大家排球人嘛就是终身都是排球人这样，所以都各个比赛都会来看。那同时甚至其实HBL 就是高中排球联赛最后的决赛也在这里也办过哈。是，所以今天就是要给大家好看的哈。那么今天屏东台电男排呢就要来主持哈，今天这个稍后的主题周的这个活动同时洪清呢也将准备呢去主持今天晚上接下来的这个主题日的活动。那男子组部分呢，到目前为止，屏东台电男排呢是4胜4败的成绩，积分14分，而连庄男排呢则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败仗，5战全胜。桃园台产刚刚拿下了第3胜，目前积分9分，排名在第3位。云林美金龙呢则是3胜1败，表现的也是相当不错。云林美金龙今年一样的可以向前3名的队伍来挑战。至于台北康体也拿下了2胜的成绩。新成军的彰化3大有限呢，目前虽然是1胜难求不过相信他们会持续的加油跟努力，也会继续的成长。好，男子6队呢，现在竞争也绝对是非常的激烈。那屏东台电也并不是常胜军呢，今年已经吞下了4场的败仗。在球员个别得分的表现方面呢，目前总得分在这周之前呢，曾茂聪是123分，布莱恩也是123分。不过布莱恩只打了5场的比赛，曾茂聪是打了8场的比赛，所以平均每局的得分呢，布莱恩有5.59分，曾茂聪则是3.9分左右，也是相当不错。那许文成总得分排名在第3，吴国强现在已经跃升到了第4，庄子霖则是排名跃升到第5。也因为刚刚的那场比赛，吴国强跟庄子霖得分也是都到了2位数。这2支队伍在过去2次的交手呢，分别在10月14号以及11月25号，都是由连庄男排呢拿下了胜利，分别是3-2跟3-1。所以今天在主场呢，屏东台电男排的主场周的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好好发挥全力以赴。虽然是伤兵也有了，你像这个小杰庄浩杰也有点受伤，李怡辉呢也是有点受伤，詹明翰也是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面子里子都要，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拼，又是要为主场的观众打出一场精彩的好球。所以在连续输给连庄男排2场的情况之下屏东的台电呢今天绝对是一场报仇之战是全队士气要提升起来，在家乡的球迷面前呢好好打出一场精彩的这个比赛。好，今天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屏东台电男排这2周呢，都是他们的这主题周活动，很多的后援会啦，还有台电的屏东区这边的分处所的同仁，以及在屏东的中小学的排球的选手也好了，或者家人呢，也都来到了现场，也是非常热闹的一场比赛，马上要登场。当然，在赛前呢，会有一个主题周的活动的仪式。也会由我们的主播球评洪清来担任主持。那么下礼拜开始呢，则是连续2周呢，在新的彰化县立体育馆来进行气排19年呢下2周的比赛。也欢迎大家在中部地区的球迷下2周呢可以持续来追踪，并且到场
来感受。哦，现场热闹滚滚哈，大朋友小朋友都相当的开心，各种牌子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无所畏惧的屏东台电男排要进行这个主场周的活动。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一裁判，国际裁判钟淑芳小姐，来自高雄市。第二裁判，国际裁判蔡君姿小姐，来自台中市。第一司线员，国家 A 级裁判刘明正先生，来自屏东县。第二司线员，国家 A 级裁判邱廷伟先生，来自屏东县。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郭茂全先生，来自高雄市。裁判技术委员黄之南先生，来自屏东县。好的，欢迎各位球迷朋友来到排球之乡屏东。今天是屏东台电男排主场日第2周的第1天。相信刚刚球迷朋友入场前都有拿到屏东台电为大家准备的应援拍拍扇。那稍后屏东台电队比赛完之后呢，也特别安排了全部球员的签名会。喜欢他们的球迷朋友，欢迎一同共襄盛举。那今天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可不可以先给我你们的尖叫声？首先，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待客之道，先来介绍这一场比赛担任客场球队的联庄排球队球员及教练名单：1号 Brian， 3号柯凯杰，6号吕江耀凯，8号施宗玉，9号施郎，11号吴宗轩，12号卢清泉，14号吕庆宏，15号汪炳勋，16号张云亮，17号简明君，19号陈冠明，20号宋博廷。执行教练林丰庆先生，教练康金图先生，教练庄明瑞先生，体能教练林汉斯先生，为您特别介绍联庄排球队领队连华荣先生。好了，介绍完客队的球员后，这边温馨提醒大家一下，稍后体育馆的场灯将暂时关闭。体育馆的场灯将暂时关闭，请各位入场观众小心行走。好，这个时候呢，也请球迷朋友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一起照亮屏东体育馆，来为地主球队加油。好的，马上要来介绍的是我们地主球队屏东台电男子排球队。率先出场，屏东台电男排的发电机，也是屏东台电男排的领队饶佑珍处长，以及管理吕江耀强。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屏东台电队的教练团，首先欢迎教练戴如倩。第2位非常帅气的教练李正曼，压轴登场执行教练张善元。紧接着要介绍的是球员阵容，率先出场背号7号自由球员陈介廷，背号12号举球员陈玉仁。背号13号主攻手洪宇瑞，背号17号主攻手郑伟志，背号51号主攻手甘明修，背号10号副攻手曾茂聪，
背号8号中间手庄少杰。紧接着给我你们再更大声的尖叫声，一起来欢迎先发球员阵容。第一位出场，背号66号主攻手，霸气左手詹敏汉。第二位出场，背号16号中间手，高压电塔严正富。背号99号副攻手，雷霆战将黄正良。背号19号中间手，铁臂巨人。林怡辉，背号2号举球员电力指挥官黄宇成，背号18号主攻手球队定心丸，同时也是队长许文成。压轴登场，背号3号自由球员余耀男神李嘉轩。再给我们电力十足的地主球队一次热情的尖叫声！我们精彩的比赛马上开打。好，谢谢洪琴的介绍，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的弃牌19年屏东台电的主题主场周，这2个礼拜都相当热闹。那同时安排今天的戏码呢，这是这2季下来最精彩、最叫座的联庄男排呢对战呢屏东台电。但是今年就是台电，也许包括了有一些调整吧，然后再加上这个受伤的关系呢，今年屏东台电也走的是比较呢不是那么顺。联庄男排今天汪炳勋、陆清泉、布莱恩、吕江耀凯、吴宗轩、施郎现在回来了。自由球员是吕庆宏以及队长张云亮。那其中这施郎呢也是办好了这个工作签证之后呢，能够恢复上场比赛。至于台电男排方面呢，黄宇成举球员，许文成队长，李一辉中间手，阿良、明翰，阿富呢这是中间手，自由球员是李嘉轩呢以及陈介廷。好，屏东台电男排呢要报仇前2次遇到了联庄都落败回到主场了而且哇，上礼拜屏东台电在主场还2连败的这个情形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上个赛季屏东台电其实在屏东的他们自己的主场，这个胜率好像不是特别的高，对。但是呢，我觉得毕竟还是地主还是主场球队所以其实今天来了非常多的啦啦队，看能不能够在很多的球迷朋友的支持加持之下，屏东台电今天可以先把这个气势给打上来。没错，就精神啊，还有平常的稳定性呢。那其实虽然有点小伤了，散文教练也是说呢，有几个中间手都有点小伤这样子，但他比较担心的就是中间手这一环这样。对，而且要拦这个布莱恩呢，相当不容易。施郎接发突破，想要偷袭，可是被文成给抓到对，一般来说我们在刚开局大家都还不是很专注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举球员尝试一些偷波的战术，其实是蛮好。只是说刚好这个球呢，许文成他有做好斜拦的这个动作，也表示出有够专注了中间的快攻，李江耀凯的得分。那目前到现在为止呢，就是 NONO 他的举球的好球率呢，所有举球员最高的了，就到了40%左右这样子。而且他也蛮有经验，他在很多的这个危急时刻，他都很清楚举给谁是来做最好的处理的攻击手。李辉也跟随着台湾男排呢，到了杭州亚运呢去参加杭州亚运的比赛，这个国际赛。事实上，这些反而国手们呢，我觉得是有点疲惫，就是因为几乎没怎么休息，然后备战一些国际赛，再加上亚运又到巅峰，回来之后马上无缝接轨呢，又要打弃牌，对。
篮网哦，一开始果然屏东台电其实蛮不错的哦。明翰跟怡辉的篮网，而且看得出来哦，连庄这边试图在前几波的这个攻势里面，先以快攻为主。哦，那这个快攻的部分，如果能够先打开的话，也能够后续再为 Brian 或是钟轩这边制造出更多的攻击机会。当大家都关注在布莱恩的时候呢，是一开始确实，NONO 稍微看了一下，布莱恩今天第一次出手就是得分。好。布莱恩也算是来到台湾的一位超级人气球星了哈。那也有很多的球迷喜欢看他比赛。那继续他平均每一局的这个得分哈，将近有6分的这个得分，依旧是第一名。然后发进 ace 球连得2分，哇 ！ace。那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其实连庄是没有出赛的。那你来到新的场馆会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但是我们目前看到 Brian 这几颗的这个发球，刚刚在训练的时候，包含刚刚的那个 S 球，感觉空间感适应的蛮好的。这边的屏东台电的气势绝对不能输给对手哈。对。那屏东台电没关系，我们就打团体战嘛。是。就我们有怡辉，我们有阿良，我们有敏翰啦，还有许文成这样子。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屏东台电是全新哦，非常年轻的阵容。那他们可能比较稍微不足，需要这个中间手特别赶快硬起来的部分，就是因为蔡佩章的这个对，就是旅外嘛，往韩国哈。对。哇，明翰今天的一开始他算稍微资深一点啊，跟阿良算是比较资深的。那另外就是还有退休的几个球员了哈，所以变成宇辰呢，现在变成要担任这个主力举球的这个工作哈，带入兼职担任助理教练。这个讲到这个有点感叹，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有一点哀愁感。是，现在竟然詹敏翰已经成为正宗的老大哥了。明翰应该要20几岁而已。是。来回波修正到左边来给施郎，施郎又回到了比赛场上，单手救球还垫高哦，还能够做球攻击界内。哇，这个球刚好哦，虽然修正的时候有点混乱，但是修正回来刚好是给黄正良一个很好的出手的位置。哇，现在明翰还有阿良，整个全部台电哈都这个等于发电机已经是满档这样子哈。现在发电供电没有无虞。哇，这个球有点疏忽掉了，因为球还是继续的流往4号位这个外侧的这个地方哦，应该是要先拦这个直线的位置，先把它卡死，之后然后中间手再来做并位的拦网。所以变成拦网者要很快，阿良要赶快过来定位到位这样，而且高度也要够的。布莱恩这个单手举球跟汪炳轩配合的相当好哦。选手还是要保持专注了哈。是，要想办法处理。基本上 NONO 已经举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经验老道的一个阶段哦，所以其实不管呛死球送什么球给他，哪怕是已经过往的球，他都可以用他的单手的这个技术把它修正抓回来。对。目前屏东台电地主队呢，暂时是以7比5领先，分数还是咬得蛮紧的。本季得分29分，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阿良上手接发，施郎有点失误，不过救回来哦。刚刚阿亮右边后排1对1被施郎抓回来后，刚刚办好了工作签证，终于可以上场了。如果大家刚刚有印象的话，黄正良刚刚几波的攻击，不管说是前排还是后排，他其实都锁定直线来做攻击的路线。那这个球呢，刚刚连庄也反应非常的快，我们还是锁定他的直线来做拦网。其实是有点，第一后排，第二呢有点接近这个3号位的位置这样。在拦网这一块，连庄台电抓的还不错。明翰，哎呀，糟糕，应该是从标志杆外面过来了，所以修正有点太长了哦。虽然敏翰是左手，但是也没有角度了。双方7比7的平手。林峰清教练哈，现在是连庄今年这个赛季的教练。是。那康金土教练都在辅佐嘛哈，另外，伟伦教练哈也在帮忙。这次转成直线，阿良也还是选择直线了。不过这良说你拦我的直线，那我只好打得更直一点。对。
阿良目前得到了2分。阿良也曾经有过在气排单季是得分榜的第2名的选手。施良过头还是这个球应该是触网触网对，那个 NONO 触网是。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今天2大强权的竞争，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观众进来没错，施良攻击拦到，注意跳起来举球，这样的左边回背进攻，刚刚是文成靠网球用点的施良，左用接快攻给阿富攻击得分。严正富目前得到2分。对，其实也是必要因为严正富我们刚刚说到，其实蔡佩章的离队之后，他们很急需要一个集战力的中间手，赶快来填补这种台电队这么高大球员的一个空缺。是。也许靠团体战嘛对，还有大家的凝聚力。明翰想要打点，但是他稍微太长了。今天。有时候会不会一开始会太嗨，然后力量真的会太大了？应该是不会啊。对，只是说他们可能在路线设定上面，他们本来就想要发比较长线的。对。阿良不管直或者30度角，就你只有一个人拦网的话，就不怕你了。今天阿良充分的发挥，目前已经得到了3分。而且我发现在这几周这样子的一个累积下来。宇辰不管说是宇辰或是陈玉仁，他们上来再配给这个郑良的球，其实越配越好，大家双方越来越有默契。是，布莱恩这回被拦下来不过垫高还可以。钟轩现在来到了连庄，西快掩护用点的，竟然幸运的一球已经是落地了，许文成的得分。对，这个球连庄会有一点点稍微没有那么专注因为这个球很明显举出去的时候，许文成已经是后仰。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注意前面的小球是不是他可能会吊球的一个攻击的手法。这选手的预判还有场上的状况呢，一定要掌握。这时候是连庄就要暂停。然后叫他们摆正小一点。这样子抓直线，不要装大摆背，慢慢高发一点。为了抓直线而准备，2个都一样，为了抓直线准备。加油加油！加油！有人上！会针对屏东台电他们的直线进攻比较多一点吗？对，主要就是下达一些拦网上面的一个战术就是说，目前可能在路线的锁定上面，可以再稍微做一些修正。目前12-8，屏东台电领先的4分。在男排来讲，4分差是稍微差距大了一点，不过还是有机会了。又被拦回来，而且这次是黄玉成拦下，同时挥出了界外球，由屏东台电得分。第2颗球 ，Brian 想要继续尝试一个高打点但是这个球很明显球没有包好。布莱恩面对屏东台电呢，总是特别的嗨也是都是数据达人魔人这样子。那连庄第1局之所以打这么辛苦，其实他们主要的2支攻击手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好，这时候你说钟轩吗？还是钟轩，然后包含布莱恩？对，因为目前台电队针对他们2个人的拦网，其实做的还不错有稍微去限制住他们的一个火力。到目前为止，这2个攻击手只各得1分。对，王敏轩的发球太长，明翰接发。还可以，明翰的接发好球率也不差，3个人拦网，但是仍能够突破，刚好有点爬网过来，是不是？对。无论如何是许文成得分。许文成的打点其实并不是算特别高的攻击手，但是他的球是非常有尾劲，而且有 power， 所以你在碰触到这个拦网者的手肘的时候、手臂的时候，很容易就喷掉。文成现在也是队上的主将，已经稳定军心这次干脆打你的手指、手尾。就喷出去了，布莱恩目前得到了2分。屏东台电还是14-10的领先。布莱恩今年球季就是5场比赛有2场30分以上都是对台电所获得。当然，因为对台电都打4局或者5局了，所以就会有可能高得分。不是太理想的接发球被拦下来吕江耀凯的中线的拦网。
对，这个球已经包到完全没有角度可以过去了。是，钟轩最后左手还是能够包住这球拦网得分，11比14哦，3分差。屏东台电还是不能大意，上手的接发不太理想，现在明翰2个接发球，最后喷出去也是touch out。对。洪胜良打得很有技巧哦，后仰之后瞄准这个拦网者的指尖的部分，然后又打了一个长线。阿良目前得到4分，也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他跟西米都换了99号的球衣，是，就是从1号换成99号，反正不是最小就最大。吊球没有爬过来4球了。不然用脚也很厉害。对，那其实这个球如果掉进的话，以这个嘉轩手背的这个敏捷性来说，应该还是可以到，可以勾起来哈。15比11，屏东台电领先。哇，感觉连庄这边的攻击手还没有完全的放开来哦。16比11，主客场这样的气氛也是蛮不错的哦。阿亮的接发，哇，后排施郎神清气爽哦。办了护照呢，办了工作签证也花了蛮多的时间。那甚至他因为他们柬埔寨呢要去到越南来办这个签证，对，所以说好像工作天有50天这样子。今年曾经有过一场得18分的表现，莱恩最后抓下来，他觉得发的还不错，不过最后还是出界了，对，没有挑战。到目前为止，连庄有2次的发球失误全对，而屏东台电呢有1次而已。17比12，屏东台电暂时领先。发球是移回，担负起拦下布莱恩的重任。还好，确实搭配的蛮不错的哦。有诺诺在，都很放心。对。吕江耀凯目前也得到了2分。哇，今天这个 NONO 的配球真的很想赶快把吕江耀凯这个点给打开来哦。这样的话等于多了第3个得分点或者第4个这样子，也是需要的。对，你也为后面的一些战术，比如说掩护战术来做一些准备啊。是。轮到黄胜良的发球。好，阿良现在已经得到了5分，这场比赛第1局而已。主场作战，而且连败给连庄2场。哇，这个配合配好，还好跌下去救到了，是许文成，而且屏东台电还拿下了这1分。对。19比13，第1局屏东台电进行还蛮顺畅的。连庄这时候准备换人，把宋博廷换上来。20号宋博廷上。施郎今天发挥的也还不错，2、3局绝对还是要靠他。是，其实连庄在接发球的部分并没有太多的失误，其实球的到位率都有只是说现在举球跟这个攻击手的串联还没有完全的串联起来。这个颗星球主审没问题了，一般主审都需要。也要练体能的专注力。主审的话，基本上专注力。那以我们排球的裁判来说的话，如果以国际裁判，只要量一个地方，就是要量腰围。是哦。对，这个是比较残酷的。真的，真的要量腰围哇！那你可以去考吗？我可以啊。是。好，几个失误呢，使得第1局比赛确实连庄还磨合的没有那么顺，就是了。台电现在20比14的领先，发球的是詹明翰的发球。明翰也一样的几乎没什么休息。国家队的比赛还是训练钟轩也是一样。这球是农运或者出界还是拦网出界了这球？对，差一点点啊。对，这个球差点落在界内。那刚刚张玉亮也判断的非常的精准。20比15，还是台电领先5分。第1局慢慢的追分了连庄还是咬住这样目前还是可以在这个追上分数的这个范围里面。OK， 挑发，哎呦喂！宋博廷在连庄也是重要的攻击手，虽然担任替补呢，但是他的贡献还是蛮不错的。21比15。台电领先6分。
接发很好哦，圣莫廷接发好球率也超过了4成。哎，又是一个 touch 篮网出界，几个球都还是有碰到了哈，对，应该是有碰到。台电球员应该会恨得牙痒痒的，因为其实已经掌握住，就是只差那么一点点。是，那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也是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中轩的球的尾劲，再来是他的棒数够。即使碰到网子，还会冲上去和往前。机会哦，好球！布莱恩攻击，球到啊！嘉轩守住，哇！而且阿良反应够快，砸没有第2次了。哇！台电队要把握这种机会，其实你已经把 Brian 拦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后面的防守一定要积极的脚步要动起来，哦，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第2波反击的机会。防守这一环在男生来讲呢，或许因为球太强了，对，不容易了哈。但是要做了哈。是。后排阿良被包得死死的哦，连庄来了，要叫暂停了。吕江凯的篮网也逼出了傻湾教练叫出了暂停，21-18，3分差而已。刚好在两只篮网手中间，加油加油！再出来一点，阿联会比较好打。对啊，人家他这样进去的话，他直线布莱恩他不好过。我冲前去哈，我冲100个对个队友，哈，阿良，全部手机报一下，哈，100个队友，来，迄个，阿布，接，接发球了，好，来，好球啊！结束。连庄最近连得3分，最近的5分拿下了4分，现在追进了18-21，还有机会。另外，其实今年赛季到目前为止，屏东台电表现不错的郑茂聪哦，也可以多用他一下了，是一个可用之兵。目前郑茂聪的总得分呢，跟布莱恩是并列第1名，21-18，3分差比赛。发球是汪炳勋，插网过来接发 OK， 一个差了一点点啊，左边。许文成攻击得分，队长刚刚移辉的这个起跳也把吕江耀凯的篮网先吊起来哦，所以也帮许文成制造出一个短暂可以尝试斜线攻击的空间，而且只有一个人篮网哦，1对1的。22-18，布莱恩，哇，嘉轩用生命守住，再一次，这是快攻有了吕江耀凯。吕江今天的发挥还不错哈，对，而且其实 NONO 也想要制造出更多的机会给他，那他都有把握住。因为可能对方的篮网重心都在布莱恩身上哦，或者是吴宗轩。那你这样子一个举球员的配球，如果有里有外，然后再这样子互相搭配调来调去的话，其实会让对方的篮网哦不知道怎么抓。真的，而且疲于奔命，斜线界内哈，阿良。看来台电完全在第1局不想让连庄有任何的机会哦。那这个也是分数领先，你到达20分之后领先的一个好处，因为你有很多的本钱可以这样1分来1分去哦。那对方呢，你要变得是说你落后的一方你要更谨慎，然后你要去注意到对方的一些失误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在追分的一方往往是比较辛苦的。是。当然，现在连庄还是保持住他们的士气还有火力了哈。最起码现在的包括了接发呢，接发你刚刚讲的也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哈。对。那同时在今天快攻这一环做得蛮不错的。接发球 OK， 没有配合很好。后排还用身体挡下，差了一点点。布莱恩来喽！最后台电是不是还要再喊个暂停哦？因为现在是 Brian 的发球，果然是要针对布莱恩的发球哈，要先去破坏他发球的节奏，然后再来连庄的气势也慢慢起来了。这个先过，这一轮先过了，对了，好，先接，好球了，好球，就这样，头前上，对布莱恩的球切网，好，注意哦，好一下。好，把握啊！切，爱切，你的切，这里整一位。好，来。暂停结束。最近又是一波的3-1的攻势，本来连庄哈，最近现在追成了只差2分。就上个赛季来讲的话呢，看那个布莱恩跟蔡培章的对决哈，相当过瘾。那现在
这一场呢，有一点点就是布莱恩跟他对决的反而是李嘉轩，是嘉轩跟他这个用身体跟他对决。哦，看来这个暂停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发球的节奏哦。哇，关键的一个 ace 球，现在连庄追成了22比23喽。对，那连庄这边要好好把握住现在有强力跳发队友的这一轮的一些机会。嘉轩接发好球哦，后排进啊，勉强了一点，文成会举得不够高吗？还是？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只是说可能稍微有点太留到4号位这边一点。他变成他有点斜着身子攻击了，趁着对方还没站好，赶快发过来了。布莱恩，好，宋博廷 ，no 后排出来个攻击，哇！最后5分全都是布莱恩，哇！反而连庄是逆转领先24比23，布莱恩大将军呢？哇，一个人杀入对方重围了，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为什么前面要打这么多的快攻？你就是为了后面这几分关键时刻在做铺路的一个动作。有时也是调节一些体力的哈，都是。这次发球的出界双方24平手的 Deuce， 布莱恩在第一局虽然有3次的发球失误，不过他反正每一局能够得将近10分，那也没关系了。他在第一局得到了7分。24比24平手，哇！而且刚刚 Brian 的那个发球轮得了5分，5分，对，那一轮对。李辉的发球，最近一波5比1攻势，布莱恩接发，左边给宋博廷，啊！这球打回台北去了，太急了哦，因为毕竟是只有1对1，应该要更沉稳的去想说，我怎么运用我的手腕，可以切出什么样的角度，然后再来做出手。当然，会不会很嗨的时候，就是想要重扣？是，因为毕竟这个球 NONO 有帮他调出来，只剩下1对1了。那是很好的攻击机会。屏东台电的局点，25比24，出界，想要发给布莱恩，而且加压跳飘还是加压。联庄队请求替补6号下19号陈冠敏。25比25，再次的平手。这两队的交手就是气牌的招牌戏码。陈冠明的发球，好，这次攻击也没问题。阿良让球流动的更多哦，然后寻找到一个支线可以出手的攻击的路线。参考在这一局，阿良也得到了7分，也能够抵消对方布莱恩的得分。哇，那现在黄正良的发球，看他要来锁定谁哦？可能是布莱恩。布莱恩的接发也是 OK 的哦，相当快的进攻哦，中轩一撇。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到中轩的这个攻击的隐秘性，可以看到这个球很平很快，但是他的球感就是特别好，而且这个球他几乎没有看直线的位置，就能够撇出这么直的路线。手腕啊，对，手腕、眼跟手的协调啊。26再次平手，后排进攻，守住哦，注意啊，危险危险，还是不要，还是不要。布莱恩参加跨栏比赛。哇，这个球员的精神哦，证明说其实刚刚那一波连续的追分，连庄现在整个专注度也回来了哦。那到了最后1分差的比赛就很过瘾哦，看得很过瘾。那现在比较劣势一点点的是，其实 Brian 是在后排哦，台电可以把握住这一轮的机会，后排照样攻击吃你。看来我是有点太过度担心了，是，因为其实 Brian 是前排跟后排都没有什么差别哈。而且现在就国际男排的趋势来讲，这样的球员也是有的。对，27比27，两队交手呢，总是杀得难分难解。宋博廷稳稳发一个，接发是嘉轩，后排阿良不好打了一球，这回斜线，哈哈！哇，阿良今天也好像豁出去了哦，就是一定要赢。8比27。
16号下17号。第一局阿良也已经得到了9分。是，刚刚黄正良那个球哦，打的这个outside in非常的漂亮哦，完全就只有靠手腕的这个带动就撇到一个斜线的位置。因为通常习惯呢，看他会打直线这样嘛，结果可能篮网都是故意注意他的直线。好，这个球发的不错，跳发蛮好的哦，布莱恩啊。布莱恩在4号位的高打点 pass out， 再拿1分。基本上到球赛的后半段，连庄这边应该就是交给得分率最高的 Brian， 让他自己来做一些突破。没错。本季他的攻击成功率58%，没有像上季这么高，不过他依旧是得分王。哎呦，只能够修正啊哈！队长挺身而出，敢打这一球，3人拦网照样突破。在4号位的攻击，再拿1分。哇，这个球也很敢做出手哦，是瞄准到一个直线，几乎就只有1颗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让他给打进去了。对。原本设定可能要做 touch out 是，那还好这边有一点空间呢。哇，而且刚刚举球是一个修正球的哈，就是修正还 OK。黄义成的发球，左边啊，本来没有配合好啊，阿良拿下了第一局的局末点，在第一局比赛，屏东台电地主队以30-28。辛苦的拿下了第一局，哇哦，精彩的比赛哈！光第一局呢就让大家看得过瘾，而且还有后面哦，还有2、3局哦，还有3、4局，现在是在预言嘛？真的，不要走开哈，马上回来。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2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2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瑜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umi。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好，非常欢迎您回来。气牌19年，火力全开。屏东台电对连庄男排是招牌戏嘛，第一局就30比28了，就很接近了，攻击成功率差不多了。然后，但是数据上来讲，就连庄的失误呢，对，还是多了一点。因为毕竟在刚开局的时候，甚至接近到中段的时候，哦，其实很多攻击手都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攻击的这个机会。哦，反而是形成了过多的自己攻击的失误。是，那虽然到后盘的时候才稍微拉起来，但是其实也为时已晚。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刚刚连庄能够克服到23比19这样落后4分的压力，还能够连赶5分，先拿到局末点，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确实，在攻击路线方面呢，我们看到右边是连庄男排。大概现在一支比较成熟队伍，可能各个点可能都要有，当然路线都要平均了哈，是都要蛮平均。当然，基本上呢，因为右手球员比较多的话呢，还是在左半边4号位这边哈，会比较多一些的进攻机会。文成这回有点尴尬，不过嘉璇还是决定是选择处理这个手软球，也扑到哦，替补的自由球员。修正到左边来，从后面过来球并不好打，但许文成敢打得分，队长挺身而出。双方多次来回球，最后靠着许文成。基本上许文成的攻击方式哦是没有在管有没有拦，他有拦跟没拦都一样照打。是。黄宇成的发球也是要有那个对气势，当然还是要观察啦哦，这个拦网者的手型啊等等的这一些是单手救起来哦，明翰修正到左边来，并不好打了一球。后面直线手起哦 ，no， 哦，于越是嘉轩，哇，这个球点的一辉没有跟上啊，有点可惜。本来是这样，这个重扣，最后被布莱恩甩出。对，刚刚那个一辉那个球，其实宇辰已经想尽办法做延伸，也制造机会给他，但是就没有跟进，有点可惜啊。是，我有时候来回是很快的，不过选手可能保持专注啦。当然，每一颗球都，而且这个跟平时有没有在常常搭配这个默契也有很大的关系。是。哇，不简单的这个球还是许文成的解罚，罚网过去的球，台电拿下了这一分。阿良在今天第一局就得到了9分，现在得分已经到2位数。在整个季前的这个记者会啊，许文成也是说，他很开心哦，刚好是卡爆兵的球。哇，这个球发的真准啊！今天屏东台电第一次发球得分。
哇，施朗可能要好好的珍惜一下他在场上的时间哦，因为其实连庄这边可用之兵非常的多。好，那好不容易办好这个签证，他一定也很想要求好心切，赶快来帮助球队啊！这次弥补了一下，接发不错哦，中旋哦守住没有碰到屋顶。连庄再一次机会给中旋加快，后关山要来，许文成守住，跳起来举球，左边明翰挑起，再来后面右边阿良直线，哇哦！屏东台电今天布满了电网了哈，每一点都很完整，而且供电无虞。对，在4号位这边一团混乱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举到对角的这个2号位哦，因为大家都在左半边，对哈，注意2号位。第二局的一开始，屏东台电4比1的领先，也逼出了连庄南排叫出了暂停。林峰清教练，还有康金图教练。不过看起来球员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哈，大概都了解场上的状况，也就是喘口气，调节一下这个节奏呢是不是改变哈，气势也转变一下。其实打到企业联赛这个层级，教练只要做一些重点式的提醒就好了。4比1，由屏东台电队暂时领先3分。今天屏东台电的主场周的活动。而且一定要给球迷一场好球了，对，最好就是拿下胜利，而且面对的最强的连庄南排。许文成就是季前的记者会，我记得他抽到 Ace 王嘛，是，他说拿 Ace 王，他也是目标，绝对是。好，阿良可以挑战一下得分王。4号位强攻后，一样从这场开始，黄正良恭喜拿下分数。第一局9分，这一局又拿下了3分，累计已经到12分了。继续由许文成来发球。连庄打到目前为止针对黄正良这个攻击点，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把他拦下来。这部分是搭配吗？当然也是今天黄正良攻击的状况非常好了哈，对。3个人拦网，布下天罗电网。哇，这时候应该又要做换人了哦。连庄队请求替补，9号下20号宋博廷上。当然，就像洪庆所讲的呢，现在施郎让宋博廷上来，那宋博廷在施郎没有在的时候呢，一样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布莱恩的接发球，宋博廷处理球，哎呀，幸运的一球。这用上手防守也可以的。对，这个球就是有一点点哦。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高手的防守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跟一般的举球动作比较不一样。我们在做上手的防守的时候，你的手指必须要是一个比较绷紧、出力的状态。好，因为那个球来是比较强，你如果收了太多的话，很容易就会被球来的这个力量给吃掉。举球的话，反而是要稍微有当然要稍微柔软，像弹簧一个海绵的那种感觉啊。是。你看，在4号位进攻得分，屏东台电在第2局继续保持稳定的领先，7比2。两大强权对抗，接发球不是太好。哎呦喂啊！宋博廷踢到了铁板，而阿良还有怡辉的双人拦网。那你在接发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你的战术就会变得比较单调一点。那这个也让台电队这边高大球员，你就很好做这个拦网的布阵跟布局啊。今天阿良的表现是充分的发挥，因为阿良也是算他是不是有念过屏东的学校？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是中轩的攻击的得分。连庄队交给2号位的吴宗轩。我只知道郑良是台南人，对，而且他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哥哥是现在是我们国内的裁判，然后他的妹妹就是素琴，对，素琴，对，这是台南大学嘛哈。中轩一度也曾经是发球王，抢手，布莱恩用，哎呀，跳起来举球假动作，再来骂包，还有垫高哦，你看台电还在左边给宋博廷，又再次的垫高，哦，台电又掉的那边还有人，后排布莱恩
哇，两个人抢球，可惜其实已经到位了。哇，精彩的来回波，不容易啊。这个球其实嘉轩也已经预判到了哦，但是就是敏汉自己想要做防守的动作，但是没有把球勾起来。前面几球勾的都很好，对，包括明翰啊，还有阿良都勾的不错。连庄慢慢追近，现在4比8。中轩的发球，接发啊！哇，中轩一度也是曾经是年度的发球得分第1名，在气排17年的时候。而且当时他的发球得分呢是超过了30分。屏东台电队请求暂停。最近呢5比8，现在这个时候屏东台电呢，张善元教练叫出暂停。好球啊，好球！好球啊，好球，好球！继续啊，那个连接啊，这样子。再来先叫。接一颗啊，接一颗，然后这一轮先过了。是啊。啊！暂停结束。主要还是提醒台电队这边球员哦，要更专注在接发球上面，因为毕竟你现在遇到的是这个强力跳发的选手。双方只有平常练的时候也都会有练，当然跳发这个要练很多，接发也是最基本，但有时候会很枯燥哈，但是蛮重要的。对，而且其实接发球现在已经是排球队训练里面哦，几乎是每一餐都要练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太重要了。是，接的不是太好。布莱恩，哇，大将军，大鹏展翅，布莱恩的得分，追成了5比8。哦，对不起，6比8，对，6比8，只差2分了。布莱恩面对台电，好像眼睛发亮，是杀红眼，杀红眼，对，不差哦。明翰配合的很好，对这个直线攻击来得非常的及时哈，在分数逐渐被追近的时候，赶快打了一个强力攻击来稳定军心了。目前明翰得到了4分这场比赛，而且关键时刻敢于出手。9比6，屏东台电还是保持领先。阿良的发球，中轩今年防守也表现得不错，逼快，哎呦喷走。不过也是磨练，也是需要的。第一局用了蛮多吕江耀凯的这个中间快攻的得分。解除挑战的是拦网触球，哇，这个球很有意思哦。一般来说，我们的拦网如果没有触球，拦网球员的第一反应一定会说没有。但是刚刚阿富是有一点点引诱性的，跟比给对方看说，我有 touch。对，但这个球我在猜应该是没有 touch 到，但是这个球他这样的举动有可能会害连庄这边会浪费一次的挑战，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结果。不会吧？这场上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战术运用，这球员心机越来越重啊！下一场的高雄台电女排也已经准备好了要对战的凯撒饭店，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哇，这个有意思哦！这个不过洪金你观察入围，你这个鹰眼还是你戴这个眼镜还是有用。一些场上球员会有一些小动作了，对，确实你们解读的也很清楚。因为我们自己在当球员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运用这样子的一个，那是学长教学弟的还是自己发明？应该是没有吧？对，从这个角度，你看，所以刚刚那个举动，真的阿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举动。哇，也帮助到球队哦，我只能这样子解读了。是，就基本就好。我们气排也是，这个也提供现在在打球的球迷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什么，应该说一个手段啊。对，内心戏啦，或者我们8点档的这个编剧都出现了。连庄队的后排攻击出界，中轩。太长，这次又没有 touch 到，也不敢挑战了。对，黄胜良来发球。当然还有一次了，这一局。阿良今天得到了13分，有机会缔造他本季个人单场得分最高。时间差后排给布莱恩。
布莱恩的后排。那我觉得虽然现在拦不到 Brian 的攻击，但是我觉得对台电来说不是坏事。为什么？因为现在很明显的连庄，他就是每一颗球都举给 Brian， 所以你在针对这个拦网的布阵上面，你能够更有方向。那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能不能透过拦网跟防守起来一些球，然后来完成防守反击。哎呦，这个球有点太长，握手还是碰到了一下。有阿良的得分，运气也不错。目前12比7，台电领先。今天黄正良这个点的发挥哦，对台电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参考现在得到14分，这场比赛第2局还没打完。好球，做一个快出手，汪秉勋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有技巧。目前他也表现得不错，攻下了3分，攻击率有66%。上手的接发招，左边时间差，稍微慢一点点出手。这是球看的球，他一些进去了哈，是，但调整还不错。其实真的要称赞哦，这个许文成的攻击哦，一个好的4号位，身为正中的主要的攻击手，今天不管你的队友给你什么样的球，你除了自己要把球打进之外，你还要想办法要怎么得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变成要有效率。是。那文成的总得分现在也在前5名，拦到了。哇，这个就很可惜。像这样子的拦网都是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了。双方你1分我1分，目前还是13比9。我屏东台电的防守一向也都是蛮不错的哈，就是每一位球员呢接发了防守啊，也都下了很多的苦功。轮到卢新全的发球，确实要1分1分拿。No， 发球，后排给阿良掉下来，1对1面对布莱恩，也要消耗一下布莱恩了。哇，这个 Brian 的这个整颗头已经都过完了。有没有选手用头来拦网？很常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欧美联赛，包含说我们现在企业联赛有些选手跳得非常的高的，有时候刚好攻击手贯穿过去的球点不是特别高，就直接往脸过去了。就选手也有那个霸气了，就是我身体每个部位都可以运用。当然，对。但是是蛮痛的，就是。如果能够赢球呢，还能够疗伤止痛。14比10，施郎跟宋博廷，哇，这次接发蛮好的哦，明翰右边啊，是拦网，哦没有，直接打到标志杆，对，让球流动的太多了哦。打到标志杆出界。不过阿良也是不容易的哈，那边他今天担负蛮多球的，对，很多修正球都是交给他。3分差喽，连庄现在慢慢追近了。连庄，那么连董呢也是希望能够建立所谓的王朝，这个连庄王朝，他们期望呢是朝着连霸的纪录迈进。那标志杆晃动的比较大一点哦。今天是屏东台电男排的主场日的活动。屏东各级的这个排球队好像也是非常多了。对，而且刚好屏东体育馆外面刚好有做一些活动。有那个还蛮多市集的。对，市集还有一些演唱会活动。左边阿良不容易，还好回来哦，宇辰救到。修正球并没有连击啊，被拦了下来。哇，看来许文成还是比较喜欢在4号位这边来攻击啊。是。又是 Brian 的发球轮，稍微太长。第1局布莱恩有2分的发球得分，今天黄正良也是充分的发挥。轮到队长许文成来发球。第2局比赛目前15比12，3分差。球给布莱恩，球发给布莱恩也可以。
施郎发生了失误。现在就是施郎跟博廷这一点没有太稳定了哈，就有点形成小小弱点。那今天 NONO 给钟轩的球的配比的量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对，看看3、4局之后呢，钟轩要多一点球。哎呦！但是我觉得今天连庄主要的问题在于说他们的拦网哦，真的没有去限制给台电这边的攻击手太多的压力哦，几乎都是一个予取予求的状态。虽然说连庄有很好的攻击，但是其实如果你相较起来，台电这边也有很好的防守，那你在一来一往之间，台电队就创造出更多的攻击机会了。是。所以说排球比赛是综合性的一个评分，而且是环环相扣哦。对，没错，就防守也是很重要了。对，但男生比赛就是都是大炮手哈，然后就是强力攻击，这样看得很过瘾。是，但实际上呢，反而防守的能够守起几球的话，说不定哈就是一个胜负关键。对，接发不然 OK 哦，扫出去扑下去，小文教练练足球。台电男足哈也是国内的霸主。今天那个头号啦啦队长的那个教练哦，陈贵仁教练，陈贵仁教练对，都很怀念他的声音。17比14，3分差。钟轩一整季哈，这些国手们非常辛苦，没有休息，然后又是训练又是比赛，回来又马上就投入了弃牌。不过弃牌的气氛呢，好，这次的一个B快攻的得分哈，有汪炳勋的得分。不过弃牌就是有球迷哈来现场加油助阵哈，那个有时候比国际赛呢要更，其实就更热闹哈，就很像是在国内举办的这个国际赛。对对对。施郎发球失误。哇，连庄这边哦要注意一下发球的失误哦，连续3个这个队中的主要的强力跳发选手都接连的发生失误啊。在第一局连庄有5次的发球失误，这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次。接发 OK 后排，钟轩投，后排就开网进攻真的是不好拦。对，因为你跟攻击手有一定的距离，然后你在攻击手整个做完出手的时候，你在球飞行的这段途中，他的球是一直不断的高速在旋转的。确实 ，B 快攻也被拦回来了。阿富这次交个左边靠网危险，哇！文成就是4号位，怎么打怎么有。这个摆明就是要打你的 touch out 收尾的，但是你不拦他又不行。好，所以其实许文成在抓这个拦网者的心理上面哦，这个区块做的还蛮好的。16号下，好，文成得分也已经来到了2位数，目前20比16，台电还是保持3到4分的领先。但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呢，布莱恩有没有体力了？就是每一球都给他。不过我想前几周看他在比赛，如果打到第5局的话，他的体力还是非常的很好的。对，OK。发给施，然后直接帮得分。哦，21比16。哇，那郑伟志上来也发挥出他的功能哦，也充分的去执行到教练给他的任务，就是上来做发球的这个执行啊。哦，对，他的发球哈，对，而且刚刚那个球也发得很漂亮，非常漂亮哦。郑伟志，这是阿亮的接发 ，OK 哦，哈哈哈。颗星了以后，还是撞到了阿良身上。布莱恩这个他的后劲，就是甚至第2球、第3球都可能很重很强。当然，如果说连庄他只有布莱恩一个人得个30分的话，屏东台电可能还不是太害怕。对，4分的领先，21比17。中间快攻掩护哦，后排给阿良，哦守住哦，这回则是 NONO 守起来。拦网得分，哦，雨辰哦，开心啊！
基本就是把那个棒球场上的巨炮给3振一样的快乐。22比17，屏东台电领先5分，也逼出连庄叫出暂停。好，今天在屏东县立体育馆这个。 好。暂停结束。是有听到这个康庆儒教练提到的这个接发球这一环哈。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今天连庄的拦网哦，真的没有拦下太多台电队这边的攻击。是。 现在主客场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厚了，越来越浓厚。地主的观众进场，那个地主队呢也绝对会把好士气给他加8包。哎，还有救到哦！看看快攻移挥快攻，第一次没有，第2次就有了。哦，屏东台电分享球权哈，大家都有建树。林一辉把握住进攻的机会，靠着快攻球再拿1分。 23比17，屏东台电领先。黄宇辰的发球，施郎接发，最后关头给布莱恩。布莱恩在2号位的高达点。那现在分数还是有领先到5分这么多哦，所以其实台电队只要好好的做好2波的这个接发进攻，先顾好自己的第1波，那应该这一局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哇！用抓的有没有 touch 到呢？好，没有哦，是出界的哦。这个时候倒是闪文教练呢是提出挑战。我刚刚是有听到一点点 touch 的声音。哦，对 ，OK。所以看起来阿良是蛮肯定的哈，说对方应该是有 touch。来看一下是不是钟轩的外侧手啊 ？OK。 挑战时间呢，就是球迷时间。阿良的牌子也举起来了。今天屏东的球迷天气也非常好哈，礼拜6、礼拜天，然后就加上刚刚洪毅讲的哈，旁边有那个圣诞活动啊。其实屏东好玩的地方非常多哦，除了我们精彩的企业联赛之外，大家可以到比如说屏东的胜利新村对哦，那边有很多这个之前的古迹的留下来的房子，他们现在都把它改造成很有味道的这种文创小店，对，然后再来真的就是屏东公园，就是我们体育馆旁边屏东公园，他们在这几年在针对这种节庆的这种灯饰做的也非常漂亮，是哦，确实哦，有，这个就是那我没有听错，没错，对。现在眼睛好，现在连耳朵都好，这是招风耳了。好，现在屏东台电呢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点，24比18领先。那如果屏东台电队这一局拿下之后，会对连庄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而且特别又是这个客场球队哦，是你面对到主场球队2比0的情况下，要再来打，其实非常的困难了。施郎的进攻的得分，但是现在屏东台电将是接发球的这一方。刚办完了工作签证之后，施郎现在能够继续投入呢气排的比赛。目前他这场比赛得到了3分。6号下19号陈冠明上。这时候陈冠明上场来发球。24比19，还是屏东台电的局末点，第2局的局末点。哎呦，靠网接发并不是太好。施郎进攻，好看看把握哦，这次。宇辰的举球给一辉布莱恩守住，背后举球，钟轩攻击上手处理哦，黄宇辰的防守，最后一击送上了遥远的祝福，阿良拿下了局末点，在第2局的比赛25比19，屏东台电连下2城，目前是以2比0领先，确实连庄有压力哦，是这主场是队伍了，至少哦这个士气是打出来的，当然。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培养感情。好，非常欢迎您回来。那屏东台电跟连庄男排的比赛第2局，屏东台电拿下了胜利，25-19。攻击力其实差不了太多，
但是呢，又是发生在就是失误方面，还是失误啊，连庄还是太多了。对对对，那很明显，这个拦网的部分，真的台电也做的优于连庄这边啊。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进攻的路线方面呢，连庄当然，哇，屏东台电没有打半个快攻啊。完全都是靠2号位跟4号位这边的突破。哦，对哦，就算下来的话，确实包括比较少，确实哈。对。快攻甚至比较少一些。对。不过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后半段宜辉好像有一球，对，有一球，对，是。好，今天屏东台电的这个主场周的活动也是非常热闹，屏东的球迷其实。旁边也有活动了哈，就场内场外你哈随时都可以进来哈，或者到场外去吃点东西啦，或者哈有很多的摊位都在。但是我刚去稍微绕了一下，我刚从外面进来，我们场内的人数并没有输给外面的活动，是哦，所以排球还是很有魅力的，大家赶快来看球。是，明天呢还有一整天的比赛，明天一样哈，包括了连庄男排呢以及屏东台电都会分别的出赛。现在到了第3局已经没有退路了，基本可以看起来可能布莱恩要全力去把所有生涯力全部都用出去就对了哈。真的就是 Brian 要像台电的这个 slogan 一样，就是要无所谓了啦。对，反正年轻人嘛，哦，睡一个晚上，明天又是一尾活龙。当然，所以今天的力气全部都放出去了。没说没有快攻，马上移会，现在就来了一球了。是啊，布莱恩吃糖哈，洋将连线，布莱恩得分。这一局如果布莱恩发挥正常的话，应该会是爆量的得分的一局啊。没错。那现在就看屏东台电这边怎么针对他的攻击，能够拦阻他多少，这个是关键。哇，明凯的接发不差。哎呀，过往啊，这应该是过往击球，过往击球了。对，因为整个球体已经过来连庄的这个领空这边了。过往击球犯规。尽管黄宇辰现在是前排了，对。那他的身材非常高大哦，其实差不多190公分啊。嘉轩的接发，明翰赶快度过这个布莱恩的发球这一环。明翰的得分，目前得到了6分这场比赛。在4号位的前线进攻突破对手的拦网，拿下分数。第3局的比赛，连庄现在3比2领先。今天到目前为止，连庄领先的并不多了，对，就是次数并不多。世良跟阿亮也都判断的正确。主要也是屏东台电今天的整体的状态一直都保持很稳定啊。是，除了第1局后半段被连庄这边连赶了5分那一波之外，其实他们在整个追分，然后在维持领先的这个部分，在第2局也做得非常好。有时候真的也是数学了哈，就是没有让对手连得3分的次数很多哈，那大概就机会就比较好一些。明翰在4号位一样是斜线。哦，现在第3局明翰挺身而出哦。他的能力哈也是该要发挥的时候了，应该没问题。目前得到7分，世郎守起来的是文成，不好打的一球，没关系，再来一次。啊，钟轩呐，对，这个球是明翰攻击之后，钟轩的手 touch， 然后碰到标志杆，对，刚好就在第1裁判的前面。而且这里是主场嘛，对一个角落一个是线啊都很熟悉。哦，明翰连得3分了，哇，界内哦 ，ace。不过这个球刚刚有点小插曲了，这个是 Brian 在旁边告诉施朗这个球是 out， 所以施朗选择相信 Brian。事实证明，还是自己要来做判断比较准一点。而且有时可能啊，发了精彩啊！就他们2个人还在讨论的时候，而且站得很后面的时候，而且这个球刚好是汪炳勋会做退位的这个位置啊。
他有可能准备要进攻，对，他做一个横移，横移过来之后，球才过来他这个原本站的这个落点。赶紧叫暂停了，现在台电反而是6比4的领，最近连得4分。OK。他的球没有很强，他球没有很强，所以你用这波掉就好了啊。好了，先接球，先接球。结束。目前比分6比4。屏东台电队靠着发球暂时领先2分。好，现在4比6，2分差。第3局的比赛，今年赛季连庄连续断电2次成功，目前保持5战全胜。不好的接啊，但是还是touch out哈。把这个球 NONO 的手指要小心啊。OK。对，因为这个单手举球过来，然后敏汉是直接，因为他是可以攻击的一个情况，就变成他手指头有可能会受伤，对，折到什么的哈。敏汉在这一局已经拿下了4分。阿良的发球，钟轩重扣，哇，手指头还是要去守看的。这个就是邓公你刚刚讲的拦网会不会打到头？刚刚敏汉这个球就是应该有重击到他的头部，我们看一下。对，有哎。铁头功，这一般来说，第一个症状就是会先晕眩，然后会非常的麻，等于在这个屏东的牛肉炉上面加了辣椒这样子。B 快，守起来哦，吕庆宏，中圈后排拦抓，还有锅饼煎到了布莱恩，再来台电后排。哎呀，太长出界，由连庄得分。目前连庄追进6比7，差1分。不过甩完教练挑战，拦网的触球。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哇，那其实这几周啊，应该说12月的前面几周，在对中南部的这个乡亲来说，是一个。如果你喜欢排球的话，其实蛮多赛事，包含说现在正在学甲那边在打的 HBL 的预赛，然后我们现在屏东在打的这个企业排球联赛，下礼拜也在这个高雄科技大学男子校区要进行的是公开女预赛，对，1级的1级的公开1是那个大专的，是大专的。两队在接发球的攻击的得分效率呢，成功率是差不多的，但在来回波时呢，台电还是较好。没有触球哦，这次挑战失败。屏东台电队挑战失败，只剩下1次挑战了这一局。双方是1分差的比赛。看一下中轩的发球，对，能不能够带动一些连庄的攻势？对，加压。有爬网过来，文成的接发，后排阿良直线。我们去看郑良，他在最后出手的那个角度哦，其实你真的要到他出手的那个瞬间，你才知道他要打哪一个路线。对，整个出手的隐秘性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再来是他瞄准打点的部分也打得很准，很准哦。对，然后即使是直线，他照样还可以突破的。是让打快一点嘛，这次出手的得分，对方拦网并不容易。这场比赛他的第4分。交给4号位的施朗，他12得分。双方是1分差，第3局现在连庄先咬住了哈，对，一定要咬住啊！你不能让地主的台电继续把分数给扩大。对，而且就台电的策略来讲，如果能在第3局就收拾对手，绝对就是避免夜长梦多。接发蛮不错的哦，稍微矮了一点，但是阿良今天他是带了这个翅膀吧哈，反正在空中飞了，这要多久可以多久。而且我印象中哦，打到现在第3局，郑良应该只有在第1局的时候被拦下了一个攻击而已哦。
对他今天的攻击突破率非常高啊。布莱恩重扣守住，对，像这种球都要把握。哦，明翰跌倒在地上啊！好，终于有一次不错的拦网啊！看到了汪炳勋呢以及 NONO 的2人拦网。而且直线 NONO 拦下这一球 ，NONO 也有几季哈几个球季呢，拦网其实表现得不错，就举球员来讲，对他经验了哈，经验。1分差的比赛，连庄还是咬住。哇！这一球只能说 Brian 有想到，应该有预测到黄正良的这个想要攻击的路线，但是就是慢了一拍。阿良在最后一刻，他是不是手腕啊，还有手法也都有一些改变，这样或者可以因地制宜？对，果然有机会，当然就不客气了。目前已经得到了19分，布莱恩1分差。NONO 吴金泉的发球。明翰接发 OK 哦，哇，是谁来进攻啊？许文成突然冲过来了。对，这是一个时间差的掩护哦。对，一辉先打一个 C 块，然后许文成从后方2号位的这个位置绕过来，切进来3号位做攻击。都有练过了，对，搭配啦，还有就接发球的也都很好，到位。11-9，文成发球，接发球阿亮蛮不错的哦，甩掉，好球。的施中玉，对，他在之前在高中封上时期哦，就以这种高打点，然后跟快速出手哦，作为他最主要的攻击手法。哦，相当快了，对，确实很快。跟 NONO 配了，应该也是有经验的。对，布莱恩还好，累计下来是一共5次的发球失误。球权回到屏东台电队，一共4次，对不起，4次。林一辉发球。屏东台电还是保持领先12-10。林一辉的发球，加快节奏，左边施郎拦网出界，1对1。施郎在4号位的攻击，他是2。现在。或者身材比较矮小，东方球队呢，真就是打快的，然后有时候接发也是比较短平。哎呀，大包，不客气，好好咬一口。哦，这个时候已经追平了，追平了。对，双方12-12平手。钟轩的发挥，目前钟轩得分也到2位数。施中玉发球，许文成接发 OK， 非常好了，应该说哇，触网吗？啊，钟轩的触网，对，应该是在起跳的时候的过程当中触到网，网子有晃动，对，比较明显，而且又在第一裁判的正前方。13-12，1分差。目前2强之间的竞争，屏东台电对战连庄。弃牌赵满秀爬过来，弯下腰，钟轩这一次报仇成功 ，touch 啊，没有 touch 到，对不起，打偏了。连庄队在2号位的大实性攻击出界，就是刚刚敏翰又做了一个跟阿富一样的这个技巧性的、引诱性的这个叫你挑战。对，刚刚钟轩一打出去，马上又比一个 touch 的手势。不过这次连庄没有上当。开个玩笑讲的，当然诈骗集团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了。钟轩报仇10-10，哇！13-14。钟轩在2号位加快出手速度，拿下分数。连庄队请求替补12号下3号柯凯杰上。有时候在观众在地主观众啦，还有家人然后亲友面前，也是有那个。欲望想要好好表现哈，对，想要表现给家人看，对，所以就是我们企业排球联赛在国内的比赛呢，是
是有观众的哈，对是选手呢，我相信也很愿意投入的哈。是，哦，这球接得不错，文成的接发稳，哎呦，这个举球并没有被吹。转到左边给明翰吞下去，拦网出界。明翰在第3局表现很精彩。张明翰在4号位的修正球，其实现在连庄把柯凯杰换上来，主要也是想要透过他高大的身材来强化连庄这边的拦网。哦，对，哦，凯杰现在上来举球。后排给布莱恩，最后喷到了观众席。布莱恩得分也到了20分。我觉得哦，这个几个赛季下来，我们现在台湾的选手不要只有谈自由球员，你接习惯 Brian 这种强力的扣杀，你到时候出到国外，你去参加一些国际赛的时候，比较不会去害怕国外选手这种强力攻击了。是，而且我刚刚看哦，这个嘉轩他在守 Brian 的这个攻击，好像越来越习惯了。是多半都是用上半身哈，其实有时候你只要角度啊对准的话，就让他守起来了。哇，他可能要练那个软骨功，把那个力量给消化一下，吸一下。16比14，布莱恩接发也是 OK 的。中轩后排闪太多了一点啊！哎呦喂呀！连庄队的后排攻击。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其实中轩他是比较喜欢打这种平快的球。那凯杰上来，他毕竟哦跟 NONO 的这个举球的球路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其实攻击手还是有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做适应。是。哇，还好布莱恩。那这样的话，也许凯杰也可以适应选手吧。当然，他的队友呢，他可以做的稍微短一点。一般来说都是用，应该是说举球员来去配合攻击手想要的节奏会比较多啦。OK。2分差，后排直线出界，这回闪太多了哈。好，挑战了哈，总要支持一下这个自己的队员，而且也稍微喘息一下，在这个时候。连庄慢慢的追进，现在如果这分拿下，16比17，差1分。对，这个球是屏东台电要来挑战 Brian 刚拦网的时候有触网。哦 ，OK。连庄男排也有相当多的啦啦队哈，到随着球队了移动啊，到各地去。对，天气也都非常好，中南部真的有节奏呢，又没有那么快或者紧张这样。对。其实邓公讲的比较客气啊，我只是个人是觉得今天真的蛮热的。啊，现场再加上这个球赛的这个对抗的气氛的话，蛮热烈的。是，而且我听说好像今天北部好像也是20几度啊，其实也是比较热了。对，整体来讲，今天、明天都是比较热。你知道下礼拜1、2才会又变，对，好像又有锋面要来。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哎呦，两队的啦啦队都有，而且坐在一起哦。我刚刚在前面有讲哦，其实屏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排球之乡哦，很多排球的风气真的非常好，所以其实每次看到屏东的企业联赛，都有很多这种基层啊、国小球队、国中球队都会进来看球。没错。哦，很开心哦。有时候在原来的屏东公园的旁边就体育馆外围哈，那个以前的话也经常办那种比赛，就是算是蔡奇亚杯了哈，就是一些小型的这个比赛，很多人参加，而且7、8个球场都是满的。是。哇，这个球好像有一些争议，因为我刚刚因为挑战裁判在我的左侧啊，对他。因为刚刚他们看回放的这个部分哦，是球先落地了，然后 Brian 才触到网子。OK。对，但是这个球我们针对触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只能回放出挑战，只能去调出那个镜头，就是看他有没有触网。那当然你调出来它是有触网的，没错，但是也要看说这个球是不是已经先落地了哈。是。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维持原意的话呢，
会不会这次挑战就不算是一次挑战？要不等一下看最后的裁定。如果就规则上来说的话，这个球主审最后的判决应该会维持原判，然后但是这一次的挑战机会不会浪费掉台电队这边的权益、啊。权益哈，对，就是不算挑战失败这样哈。好，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一波呢，好，果然已经先落地了，所以维持原本的判决。因为你落地已经是先形成一个事实了，好，那你后面有没有触网，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对对。好，所以现在连庄是16比17，只有落后1分。看这一个关键的这一分啊，会不会扭转了连庄的气势？接发可以逼快哦，守住哦，是呛死连庄，布莱恩来了。哇！拦网出界，布莱恩得分，双方平手17比17。哦，不过刚刚那个挑战的结果很重要啊，一个1分差跟3分差的这个区别。对，而且有那种士气上的这种一个落差，所以张善元教练赶紧叫暂停，守住了哈，让对方气势不要再上来。无挑战啊！伊讲迄个球先落地啊，无对无画面。再来，来，试一下，首先接，来，都没办，都没错，追者一生，对不对？追者都进，好进，来，都没办，好，来啊，大胆一点啊，来，大胆一点来。暂停结束。现在所显示的呢，还是台电的挑战次数已经没有了，已经用完了。那连庄呢是还有2次挑战的机会，在这一局来讲，17比17。对于台电来讲，这一分看能不能好垫高了，中轩还不错，靠网。布莱恩出网了，这一次这个刹不住了，这个就很明显了。连庄队发生了触网的犯规。这分看看了哈，有一点点哈救了台电这样。对。好，18比17算是止住了。黄宇成的发球。许多球迷也都是，甚至全程跟着各个球星，包了守起来喽。刚刚黄宇成守住哦，哎呀，不好打。哇，双方都在这个要互换领先的阶段，都出现了各一次的失误啊。现在就看两边的这个稳定度，谁能够坚持到最后的7分。自由球员在那个攻击线之内呢，只能够低手来举球。对，这个重扣吞下去，阿良的得分。他今天的状况真的是好啊。对，现在得到了19分了，这场比赛。连庄队请求替补3号下12号，1分差而已。再把 NONO 换上来，到最后关头吧，可能还是要有经验、比较稳定的卢清泉上场。不过刚刚柯凯杰上场这几轮也确实有把分数咬住哦。对。文成的发球，接发到位阿亮，布莱恩垫高，还有，哇，做回来蛮不错的，送上远处 ，NONO 也注意到。布莱恩后面来的球，布莱恩被弹到，而拦网得分，屏东台电拿下了重要的这一分，全队相当的振奋。对，靠着组合拦网拿下这一分。这分很重要，士气啦，还有这个差距也稍微小拉开一下，而且到了第3局的后段，连庄队请求暂停，这时候也逼出了连庄叫出了暂停。最近台电是拉出一波3比1的攻势。加油，2分而已，2分而已，加油，后半段喽。暂停结束。大概基本的就是球给布莱恩吧，对，有可能的。那屏东台电今天是靠着团队，是防守这一块，就是我还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打了3局，其实今天钟轩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好像没有很多啊。对。哦，是终于的 B 快攻呢，送上了遥远的祝福。虽然没有重扣啊，但是只要得分就好。对，那我刚刚再继续谈刚钟轩那个点，因为钟轩打的是连庄举队的这个部分，也就是2号位这个位置非常吃重的一个主要攻击手。那你在2号位这个点没有办法发挥出你的优势的话，你只有单纯靠4号位或是后排的一些零星的攻势，其实，然后你又面对到今天台电队这么全方位、每个点点开花的情况下，确实你在攻击的火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差异了。19号下，17号郑伟试上。通常举队的话，要球数也应该是不少了哈。对，就是你看像郑良。就是台电队的举队嘛，那你看今天给他的配比的球这么的多，然后再来你4号位的攻击手许文成，他有很稳定的一个攻击表现，哦，那加上詹敏汉，哦，所以其实台电队确实今天在攻击的这个环节上面打得比较全面了。是。第3局比赛现在来到了20分左右，21比19。专职发球，后排最后喷出。球给布莱恩，后排进攻。布莱恩的后排攻击选出一个。布莱恩得分来到了23分，这场比赛。终于也从台中太阳神呢，现在转队到连庄，接发球并不是太理想哦。明翰得分，这边则是球给明翰，继续保持2分领先，22比20。今天台电队的攻击也非常的聪明哦，他们没有往下打，而是把整个球线都推得非常的长。那你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到直接拦网下来的这个风险。虽然他们都会有卡巴了哈，但是如果球来太快的话，也是不容易救。你看，光这一局就得到8分。哦呦，嘉轩守住哦，对，好球，还敢进攻啊！今天的最佳好球，嘉轩先守起来了，所以哇，今天嘉轩人小志气大，这球。不过这个球啊。连庄队是想要过去，好像针对台电队刚刚的，是不是有犯规的情况出现？是有越中线吗？还是？好，没有哈，最后判定了还是由台电得分，目前23比20。哇，这个球，1号丝线这边的旗号已经给了哦。这个球，宇辰如果要继续救回来，应该是要先从标志杆的外侧围救起来，然后最后一颗球要从标志杆的内侧进来送过去。对，但是这个球刚刚宇辰勾回去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是从标志杆的内侧进去了。哦，所以视线员也很注意这一块。是，因为1号丝线的那个角度是看得最清楚的。是。所以就这样，这个判决呢是合理的了哈，就是由连庄得分，也算是屏东台电的失误。连董也是每场都到了，而且看起来他的投入哈，球迷呢也是感受到了，所以球迷也是很知道。记录台做最后一个确认。另外，这个球是不是主审要做一个自我挑战，就是裁判这边的一个挑战呢？
哦，所以也等于对他现在应该是要回放，对不对？请这个挑战系统这边的裁判做一个镜头的回放啊 ，OK， 看这个球从哪里过来。是，那第一裁判呢，其实也有这样的权限，当然，他可以来检视这一球。而且毕竟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任何一个细节都希望说透过比较最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最后的结果。他也请两边的队长过去来解释一下他申请的录影重播的判决。最后是给了一个公正球，那这样会对台电是比较有利的哦，等于这一分要重打了哈。对，这分不算了，这下可能连庄这边会有意见了哦。因为这个球不太容易判断出来嘛。因为刚刚其实以旗号来说的话，司线员是有摇旗，第一时间就对，但是可能主要的关键在于说，刚刚4位裁判共同讨论的结果，是不是有时候可能是司线员他有误判的情况，或者说他问了其他的角度的问题，综合评比下来之后，主审最后决定给了一个公正球啊。是。这分重打，目前比分还是23比20。那当然，连庄的部分当然会比较吃亏一点。重新再战呢，后拍，好，布莱恩要回这一分，这一分本来就要给连庄，好吧，21比23。选手在场上可能还是要专注哦，不要被场外这些事情被影响到。勉强接起来这一球并不好打哦，扑下去就到左边给施郎的得分，拦到台电把握，直接进攻，最后喷走哦，来到了赛末点的24比21。屏东台电今年开季呢4胜4败，并不算太理想了哈。是。从主场呢重新再出发。对，但是赢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又在主场，我相信对他们整个球队的信心来说，我觉得是吃了一个大补丸呢。没错。赛末点 B 块有了，看看最后这一集，哎呀，触网了！这个再见触网呢也。使得对不起，屏东台电呢是3比0呢，直落3击败了连庄南排，使连庄南排吞下本季的第1败。是这场球，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来说，我们应该除了我们2个之外，应该大家都还蛮惊讶，因为这2支球队只要一交手，应该来说，所有的裁判跟包含我们球评，所有的委员们应该都要有充足的体力，因为最起码4局起跳。但是今天我们真的确实看到屏东台电他们全方位的一个展现，实力的展现，个个都有发挥。其实我觉得赢的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实至名归啊！是，这也比较像是应该有的这个屏东台电了哈。是3比0击败连庄，让连庄首吞败仗。我们休息一下，赛后记者会。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排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排会员，加入气排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排大小事一网打尽，气排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
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umi。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碧雅，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恭喜屏东台电在主场，而且主题周拿下了胜利，也让连庄第一次今年第一次的败绩。小文教练，这一场您觉得球员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大家的状况都非常的好，对，因为我们赛前的时候也做足了功课了，对。对布莱恩从去年到现在，他的强力攻击，你们有做了哪些准备吗？现在比较能够接得起来或者守得起来？其实我们在训练上就是在防守上面，我们有针对他的攻击的路线下去做一些防守的站位跟拦网的设定，对，所以我们今天守了还蛮多颗的，对。像嘉轩这样子，几乎用身体挡下来这个，对，他还好吗？嘉轩这样子还可以，还可以，没问题。那今天进攻还蛮顺的整体表现，是不是连庄他们的拦网今天还是比较差？对他们今天拦网的侵略性可能没有上次那么好，
对，然后我们今天，反正我们今天篮网的做的设定会比他们好一点。对， okay, 好，谢谢教练。好，阿良，这一场前面几场比较少上场哦，那今天是怎么样准备呢？然后能够打得这么好？在这礼拜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教练就有跟我说这礼拜会让我先下去，然后我自己就有做很多的准备的功课这样。攻击时你直线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吗？因为他没有他就不让我直线，我就一直打直线。而且后排你还是蛮多攻击的，就是体能状况呢？体能你觉得有做了哪些准备吗？体能不用准备，教练帮我们准备。够的哈，所以训练量够是吧？很够很够。好，很开心哈，谢谢阿良。好，明翰今天也是全力发挥哈。今年这样一整季，又是国家队的训练啊比赛，到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点疲惫呢？应该还好，因为我前几周我没有上场，所以我应该算是有休息。因为练习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的扭到，就是调整了2个礼拜，对，然后就是刚好借这个时间休息，对，所以应该还好，没有你那个说的那个问题。哦，对，那扭到现在都好了吗？比较好一点。就一点点肿而已，然后就是经过休息，然后跟防护员的治疗，就是都好了。对，有几球是从后面过来的修正球这些哦，你怎么样打这种球呢？应该是说我们有提早来适应场地，然后就大概也应该，然后上礼拜也有来抓这个，也有比赛，然后就是跟这个空间感有抓到这个场馆的空间感，所以打起来，因为连庄是第一次来屏东打，所以有可能会就是会有所差别这样。是，对。另外，今天你也看到你几次的防守哦，蛮不错的哦，就是防守这一环你也有下功夫。没有，因为教练会站在高台，然后就模仿布莱恩啊。然后就会有一种真的对，会有那种手尾，就是会让你不要怕球这样，因为怕球就会多好几颗。对，是不是这样，小文教练？好，很开心哈也恭喜屏东台电主场获得胜利，谢谢。那我们也请洪清呢为我们做赛后讲评。好，那我想首先要先恭喜在地主的屏东台电成功的拉庄成功啊。那我们看到今天2队的表现，我们先谈落败的连庄这边其实连庄这边今天 Brian 虽然他有很稳定的一个表现，但是其他的攻击手在今天对于举球员的攻击串联上面，整个连结做得不是非常好。那再来，今天他们能够去有效拦阻的屏东台电的拦网的这个技术方面，也没有能够有效的发挥，几乎对于所有台电的攻击球员没有能够有效的拦阻。那我们反观到屏东台电这边，除了黄正良有很稳定的一个攻击输出表现之外，那在整个詹敏汉、许文成，包含说很多的快攻球员都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为球队来建功，所以打的是特别的全面。那我觉得今天台电可以说的3-0获胜，真的是实至名归了。确实好，那我们再看到台电的进攻路线呢，基本也是全面性的了，对，全面性的，这是一定要的了。那在相较之下呢，那么连庄的攻击在比如说3号位到2号位之间，然后稍微少了一些。是，我们观看这个图表，在钟轩的得分上面，我相信钟轩以他的攻击能力来说，绝对不是只有个位数的这个攻击得分的表现。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其实在几局的表现里面呢，钟轩他其实今天的被分配到的球的比例来说是比较少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去限制到说，你在台电队针对连庄这边拦网会拦得更有的一个目标性，也更明确。因为他们其实所有的攻击其实主要都集中在4号位这个地方。那你在拦的时候，你在布阵，在整体的这个布防方面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了。是。那现在面对布莱恩，就是刚刚洪金所讲的呢，多面对他多。去尝试拦他或者是防守他，这个就慢慢比较不怕了哈。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嘉轩守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对，这守 Brian 的球跟平常在这个接扣球是好像一样的这个感觉。哇，下次真的要访问一下嘉轩了。守 Brian 的球有什么样的感觉？对，就是他平常
平常练的有够扎实。对，不过真的要恭喜屏东台电，特别又在主场赢下了真的具有意义的一胜啊。对屏东台电来讲，或许吧，这个赛季真正开始呢，也许是从今天开始，就是过去在调整啦，然后现在打了一场很扎实的好球。是。确实屏东台电是大家所喜爱的这个球队，也想要把这个霸主地位再要回来，当然哈。好，那谢谢洪琴精彩的解说，谢谢球迷的观众的这个收看。那等一下还有一场就是高雄台电呢要对战凯撒饭店这个比赛，别走开，谢谢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谢谢，拜拜。